各位球友大家好，今天刚刚试打了雷神的新款套胶锐龙7，接下来我把这款产品的优点和缺点与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售价，网络控价是118元，结合现在锐龙9国套的终端价格，我觉得这两款产品的定位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锐龙7采用中孔径蛋糕海绵加上粘性胶面，黑色胶面搭配的蓝色海绵硬度是39度，红色胶面搭配的红色海绵硬度是37度。今天我使用的底板是 T 码维斯，两面套胶都是4遍无机1遍膨胀油，底板正反手各1遍无机贴合。先说说很多球友比较关心的重量问题，根据我的贴板习惯，我猜测正手重量差不多48克，反手46克左右。看到39度和37度，相信大家都想和狂飙做一下对比。虽然二者的海绵不同，但其实风格我觉得还是有类似的地方。先来看看正手的表现，在攻球环节，中等力量下撞击的手感比狂飙更加通透，声音更加响亮，球速更快，借力也更好。我觉得通过手上的反馈，感觉这个39度和狂飙的39度硬度比较类似。在正手拉球时，锐龙7表现出来比狂飙更加软弹的手感，发力门槛更低，球速更快，旋转方面不如狂飙，海绵的支撑也略有差距。也就是说，锐龙7的1速更快，狂飙的2速威胁更大。如果你的发力较好，还是狂飙的单板质量更高；如果你的发力一般，可以说二者各有优势。在正手下旋拉球时，海绵的形变较大，球速更快，弧线比狂飙更低更长。球的旋转虽然狂飙稍微占一点优势，不过锐龙7的表现也很不错了。单论命中率，其实锐龙7完全够用，而且从狂飙换到锐龙7上手的难度也不大，基本上不需要长时间适应。反手的37度比普狂37柔我觉得有一定优势，也就是说以我的主观喜好来看，锐龙7的37度会更加讨我喜欢。接下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，打过普柔的球友可能知道，它的速度表现可以说很差，打起来相当的肉，即使发上力以后，无论是支撑还是力量，相比省柔和国柔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。反观锐龙7的37度，手感更加通透，借力也更好，打起来省力，发大力以后的支撑也表现得相当好。它的旋转和弧线要比我们经常使用的蛋糕色套明显更强，而且速度的丧失并不夸张。在反手下旋拉球环节，套胶的持球很深，蓄力以后爆发出来的力量也相当可观。大家看到的是我刚刚使用锐龙7进行反手下旋拉球，根本不需要适应，连续上台18个，可见它的稳定性可圈可点。另外要说一下，这个37度从捏起来的手感来看，和狂飙37柔硬度是差不多的，以我打起来的感受，算是软硬适中，比较舒服。最后做一下总结，锐龙7的39度和尼奥普狂39度相比，打起来更加通透，速度更快，借力更好，发力门槛更低，但是在旋转、力量以及稳定性方面还是略有差距。不过我猜测，如果换上40度的海绵，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。我觉得对于发力一般、借力较多的球友来说，锐龙7算是狂飙以外不错的选择，整体表现中规中矩，产品力不输尼奥普狂。反手的37度，我觉得今天给了我很大的惊喜，它的发力门槛不高，速度较快，借力好，旋转表现也相当不错。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正手是比反手的发力要略好一点，所以在反手使用37度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力量支撑完全够用。46克左右的套胶重量，对于反手的蛋糕粘套来说也算是比较轻的。再结合它100元左右的价格，我觉得从我的主观感受来说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。由于使用时间不长，所以关于套胶对膨胀油的依赖性、胶面的寿命以及是否容易氧化，暂时我还无法回答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